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4月9号星期日，今天天气不错啊，但是又温度降低了，不知道什么情况，有点凉。不过这个气温其实是马拉松比赛比较适合的温度。我看现在几点？现在6点，北京时间5点。今天参加比赛的小伙伴应该都已经吃完早饭了。如果按照我的那个冲成绩，你要认真准备比赛的话，现在应该已经吃完早饭了。虽然大家看不到今天这部片子了，在出发前，但是还是给大家加个油。有时候马拉松这种极限的项目，就要相信精神的力量，是不是？感觉一下子就绿起来了，花儿都没有了，都变成了绿叶。今天大家认真参赛，我也跟大家闲聊一天。之后下周应该会停一天，因为飞美国时间太长了。礼拜3走，先从大阪去东京，然后从东京直接飞波士顿，整个的在飞机上的时间得10多个小时。行，那咱一会儿聊啊。今天咱们聊点什么呢？今天接着前天那个话题聊世界级的马拉松赛事。其实办马拉松和办奥运会、亚运会这种，或者是世锦赛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因为前者其实是面向专业运动员，你可以提供食宿，甚至提供交通，所有东西都可以服务的很到位，不需要运动员自己去做什么。但是你想成为第7场大满贯赛事，你要综合考虑这些。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一个很普通的问题：如果您是外国人，完全不会中文，不认识汉字，能不能自己完成一场，不管是北京、上海，还是成都，亦或是厦门、广州这种，从您的国家来，从之前的获取报名信息，到自己报名，到交费，然后到安排旅行、办理签证，这些其实目前感觉还不是说，我不是说我们做的不好，是说还需要积累和发展。这就像屏幕前各位很多刚开始跑步的小伙伴，或者跑的时间比较短的小伙伴，没有人说您跑得不好或者怎么样，只是说还在路上。希望更多的运动员、马拉松爱好者能够帮助我们这个新兴的马拉松国家，努力的尽快的跨过这一步。首先，你的所有报名和查询都不能只依赖于微信，或者在网页上也是比微信差很多的体验。不是说微信不好，你可以这样想：如果你特别好，别人都不好，你想让别人来的话，你也得照顾更多不好的人。况且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使用习惯的问题。另外就是我说的那个报名时间得越早越好。所以说为什么我说东京的体验其实不如其他那几场呢？是因为我是个外国人，我相信对本地的日本人，东京的体验非常好，除了起点那个等候区没有厕所，其他都非常好。他们的报名也跟外国人不一样，甚至他们看到的日文版的网页跟英文版都不一样，这些在很多国际的马拉松赛事上是不会出现的。所以我才说东京还是需要进步。这一点上我觉得并没有
所谓的偏向谁谁谁，我说的就很客观。我觉得我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外国人，去哪儿参赛最容易？因为大满贯赛事其实不是给专业运动员的，更多的是给普通跑者的。专业运动员其实他们不屑于完成6星，对吧？带引号的啊。吉普乔格说退役之前要完成6星，前2天还特别说他是要在这6场上都得冠军，甚至是都要拿到赛道纪录。目标不一样。大家知道今年波士顿马拉松我是靠雅培送的名额，因为我是第6场，会有抽签儿，就是所有差这一场的大家抽名额。我一下就中了，但是后来我翻邮件，在去年没去成波士顿的时候，特别的难过失望，因为去年已经是第2次了。我给波士顿马拉松和雅培写了邮件，诉说了一下，但是后来雅培回了邮件，我以为是那种官方性质的，瞥了一眼没仔细看，当时心情确实巨差。前几天，上个月我一看，是他们人工回的，说很遗憾，如果您明年要来的话，请告诉我们，我们给你安排名额。就是雅培啊，不是波士顿。然后今年给他们发了邮件，说要去询问这个6星有什么手续。当时是东京马拉松期间，也是人工给我回的邮件，说他们所有人都来东京来办比赛了，说要晚1天回复我。之后说又给我回邮件，说看我那个状态什么都不用干了，到时候去就行了。这点还是挺让我意外的。反观东京，反正之前比赛之前我给他们发的邮件，后来都没有回。这边反正怎么说呢，亚洲跟欧洲人的性格肯定是不一样的，处理事情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。日本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国家，对吧？所以注定这次我看 Facebook 的社群上，东京马拉松，欧洲来的人、美国来的人，基本上负面评价比较多，都是觉得好奇怪啊。然后前天特别逗，收到一个邮件，东京马拉松发的，说那个 T 恤。买 T 恤，某一天有连续半个小时，有一台机器出了问题，收了双份的钱，大约收了20多单，说正在办理退款。今天都已经是4月9号了，我大概4月6号收拾的，1个月。不过其实这边做的相对已经比前几年好多了，至少大家像我们来，虽然我们是外国人，但是很多时候就算他没有中文，也能猜个8、9不离10。这个对西方人、英文国家的人真的是挺难的。所以但愿吧，但愿第7场我国的马拉松能有机会。今年是一个很有意义、很不一样的一年，比赛又都回来了，但是希望比赛还是尽量的，不是追求多，而是追求精，不是追求规模大，而是追求把每一个人都服务好。在这一点上，北京和上海已经看到一些国际化大赛事的影子了。但是北京之前我也分享，我觉得
比较尴尬，就是很难确定，很早确定比赛时间。不过好消息是，大家发现了吗？这几年开始，国内大的马拉松的路线已经基本固定下来了，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了。不像那些年，甚至每年都不一样。就比方说傅中心这种，他要摸索。今年跟去年就不一样，对吧？啊，不是去年，跟第一届，今年是第二届。像这种调路线呀，所有的这些东西啊，包括食品、水的供应商怎么衔接这些，他每年只能试一次，这玩意儿又不能演习，42公里。所以真的是要积累、积累再积累，就跟我们屏幕前的小伙伴还有我一样，马拉松的道路就是积累，在这条路上每一个人都是胜利的，都是成功的，都是当前你最好的样子。因为我相信没有任何人做一件事儿的初衷是把它做坏的，只是侧重点、性格、能力的区分。行吧，今天跟大家先聊聊有意思的事儿，东京马拉松有意思的见闻，是吧？昨天翻之前拍的东京马拉松的视频，那件斗篷，老外穿上跟上衣似的，我穿上跟浴袍似的。哎，4月9号星期日清晨6点54，训练结束啊。今天继续减强度，13公里轻松跑，平均配速431，心率142，步频195，功率212。第3个训练日，略微的，一般像我第3个训练日会有略微的肌肉疲劳，但是想跑还是能跑起来。今天就是故意的想让自己有那么一种，不在状态的感觉，就不要过早的出状态。下周再说，因为状态好，并不是说我要冲什么成绩，这次波士顿真的不能冲成绩，而是说我要稳妥的、快乐的、开心的把这个比赛跑完。这次美国行还有好多其他的安排，行吧？今天跟大家聊聊比赛这个事儿。怎么说呢？就是我其实特别希望，至少我对我的家乡北京是很有感情的。我真的特别希望北京能够把马拉松办的真的是一个国际化的大，咱们不管是不是大满贯，因为毕竟大满贯是雅培的一个组织，它并不是一个真的说就衡量这个比赛就是最好的。我相信世界各地的各种马拉松有好的有坏的，像欧洲的很多小的马拉松或者美国本地的一些马拉松，它也是它的定位就是给当地人的，它肯定不会考虑那些，但是它对当地人的服务不一定要比那些所谓的大满贯要好。就像北京马拉松，我作为北京人，我在北京参加马拉松，那我肯定是轻车熟路，然后并且觉得体验还不错，对吧？像去年到顺义那么远去领东西，我就觉得有点不行了，因为我一到那儿我觉得陌生感其实是一部分紧张和恐惧的来源吧，也就是这样，好吧？行，我希望北京或者说我们国内的一些大的马拉松赛事能够越来越好，而且呢，它跟城市也是互相的影响的，行吧？然后大家看到视频的时候，可能应该已经完赛了，对吧？参赛小伙伴，提前恭喜各位啊！那还是我们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未来的几个礼拜估计都有比赛，大家加油干，加油干！